今天咱们要解读一个被误解了上千年的人物，给他来一次彻底的翻案。他就是曹操。提起这个名字，你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什么？是奸雄？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还是英雄？设使天下无有孤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，这期节目咱们就来一场深度的剖析，不吹不黑，彻底聊透这个被争议、被脸谱化了上千年的复杂人物。要聊曹操，咱们得先搞明白一个词：枭雄。在我看来，枭雄不是简单的英雄或者奸雄，他是一个在没有规则的乱世里，用自己的规则杀出一条血路的人。他得有别人不敢想的野心，还得有别人做不出的狠劲，同时又能在关键的时刻玩一手谁也想不到的骚操作。曹操恰恰就是这么一位乱世里杀出来的枭雄。东汉末年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今天你称王，明天他称霸。我个人觉得，当时所有揭竿而起的人，本质上都是想分一杯羹的诸侯。曹操也是其中一个，但他和别人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他其实是那个时代里少有的真的想去恢复秩序的人。就这一点，他就跟其他只顾着抢地盘的诸侯拉开了格局上的差距。想看懂他，咱们就得先从他的出身开始说起。曹操出生在沛国谯县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。原本是夏侯家族，但他的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曹腾，因此从他父亲这一脉开始，他就改姓了曹。曹操字孟德，这个孟字在古代通常是指家里的长子。古人排行伯仲叔季，也有孟仲季，所以一般名字中带有伯或者带有孟的都是家里的老大。比如孙伯符、姜伯约，都是老大。曹操的母亲丁氏是他父亲曹嵩的妾室，所以曹操应该是庶出的长子。据说他有2个小名，一个叫阿瞒，一个叫吉利。吉利汽车就出了一个曹操专车，估计灵感也是源于曹操的小名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另一个小名阿瞒，在电视剧里袁绍、许攸都曾这么叫过他。这个瞒字本意是指眼皮低垂，好像眼睛睁不开的样子，也就是眯眯眼。原来曹操也长着一副辱华的面孔。不过瞒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隐瞒和欺骗。你细品，当他的对手袁绍这么叫他的时候，那股子嘲讽和不屑的味道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？而且后来的敌对国吴国专门写了一本叫《曹瞒传》的书，里面全是黑料，所以曹操可以说是一个从三国时代就一直招人黑，一直黑到明清时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，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名门望族，都看他不顺眼呢？答案就2个字：出身。曹操的爷爷叫曹腾，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大宦官。在东汉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，社会顶层分成了2大阵营，一边是自诩清高、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士族，另一边就是被他们鄙视的靠着侍奉皇帝上位的宦官。这2派斗得你死我活，曹操就尴尬地出生在这个主流的豪门。他的爷爷曹腾在宫里熬了30多年，前后伺候了4位皇帝，最终成了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，还被封了侯。他的爷爷去世以后，他的父亲曹嵩继承了这一切，通过金钱贿赂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。在汉代，太尉这个官职位列3公，可谓是万人之上。所以你想想，这种靠钱和关系堆起来的家族，在那些世代靠名望和血统继承的清流眼里，得有多么的肮脏，多么上不了台面。所以曹操从一出生就背着一个宦官之后的原罪，被整个士族阶层集体鄙视。这种环境也锻造了他性格里最核心的部分，一种强烈想要证明自己的心理。据曹操自己回忆，从小缺乏教育，原话是既无三喜教，不闻过庭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自己的妈妈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，自己的爹也没有对他进行文化和礼仪上的栽培。这段话源自曹操的善哉情，应该是他晚年时期对自己出身低贱的感叹。
不过曹操从小在军事上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并且博览群书，什么书都看，特别痴迷兵法，曾经给《孙子兵法》写注解，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可以说他从小就很早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强者不光要靠一身武艺，还要有满腹的韬略。少年时的他在看到国家动荡不安，看到百姓流离失所的时候，他心中那股子报国热情瞬间就被点燃了。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就说到：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东汉末年，民不聊生的根源是桓帝灵帝宠幸宦官，最终引发了黄巾起义。起义又催生了诸侯混战的局面。曹操也正是这个时候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曹操一开始被推举为孝廉，这也是汉朝时期当官的敲门砖，和现代考公务员一样。通过家里的关系，曹操20岁就当上了洛阳北部尉，可以理解为县一级的公安局长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上任以后，他和包公一样铁面无私，直接按律打死了当朝最得意的宦官蹇硕的叔叔蹇图，而且多次上书直言宦官乱政、官僚腐败之风。结果呢，没人理他，没人理那就对了。这要换做一般人，100条命都不够死的。毕竟有个当太尉的爹罩着，这才能保住小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就有意思了。他自己就是宦官家族出来的，但他反起宦官来比谁都狠。这说明在他心里，所谓的家族背景远没有自己的是非对错和政治抱负来的重要。他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黄巾起义，曹操参与了平叛，打出了名声。一部分投降的黄巾军被他收编成了自己核心部队青州兵。从这一刻起，曹操也真正拥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，他的兵权和势力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扩张。很快，大将军何进为了铲除宦官，做了一件蠢事。他请了远在西凉的董卓进京帮忙，没想到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批来自西北的恶狼直接反客为主，废了皇帝，把持朝政，搞得天下大乱。曹操看透了这一切，他敏锐地指出，何进的失败就在于智小谋强，优柔寡断。后来，袁绍集结了18路诸侯，联合起来讨伐董卓。可结果呢？真正奋力抵抗董卓的只有曹操和孙坚。事后，曹操也彻底看清了这些所谓的盟友的本质。要想在乱世里干出一番事业，指望谁都没有用，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手里的枪。董卓死后，天下非但没有太平，反而更是乱得一塌糊涂。但对曹操来说，混乱之中恰恰藏着最大的机会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手下谋士毛玠给他出了一个奠定曹魏基业的顶级战略，就8个字：奉天子以令不臣。当时的汉献帝刘协被各路诸侯碾压得像狗一样，但曹操却恭恭敬敬地把皇帝请到自己的地盘许县，好吃好喝的供着。这波操作，曹操手里就瞬间握住了当时天下最大的一张王牌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正确。从此以后，曹操干什么事都名正言顺，打谁都是奉旨讨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做了几件大事：兴修水利，奖励农商，安抚流民，让饱受战乱的中原地区逐渐恢复了生机。因为年年打仗，土地大量荒芜，流民遍地，曹操就把这些无主的土地分给了流民去耕种，还给他们提供了耕牛和农具。这些流民平时是农民，战时就是兵员。他这个操作一次性解决了难民安置、粮食和兵员补充3大难题，可谓一箭3雕。这个策略在当时对于其他诸侯就是降维打击。当其他诸侯还在为粮草发愁、重兵劫掠的时候，曹操已经有了稳定的后方基地。在政治和军事上，他花了10几年的时间南征北战，一步一步地清除了北方的割据势力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战就是官渡之战。这一战是曹操人生中的一次豪赌，他的对手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。这里我要纠正一个普遍的误区，别被影视剧和游戏形象给骗了。真实的袁绍绝对不是那个优柔寡断的草包，他出身于43宫的顶级豪门，年少就成名，在士族中号召力极强，兵力更是远胜曹操。那袁绍为什么会输呢？在我看来，主要原因有2块。第一，曹操太了解袁绍了，他洞悉了袁绍的性格里所有的弱点。第二，
曹操敢于出奇制胜，在双方兵力资源相差巨大的情况下，成功偷袭了乌巢，一把大火烧掉了袁绍的所有粮草，直接扭转了整个战局。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，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。统一北方之后，志得意满的曹操已经53岁了，他站在碣石山上，写下了那首气势磅礴的《关仓汉》。此时的他已经年过半百，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。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南方。接下来就是熟悉的赤壁之战。这场大战是曹操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曹操率领大军南下，一开始势如破竹，拿下了荆州。但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孙刘联军给了他致命一击。周瑜的火攻让曹操大败而归。赤壁这场大火烧掉的不仅是曹操的战船，更是他一统天下的那股锐气。这场失败让他深刻地认识到，南北方的综合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因为北方连年战乱，大量人口南迁，南方的经济和人口实力已经今非昔比，想一口气吞掉整个南方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。所以从赤壁回来以后，曹操变了，他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于求成，而是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内部统治上。此时曹操的权力越来越大，他从丞相到魏公，再到魏王，享受着和皇帝一样的待遇，离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只差最后一步。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迈出这一步。为什么？他到底在怕什么？这正是曹操这个人物最核心、最矛盾也最迷人的地方。建安15年，曹操撰写并颁布了让县治民本制令。他说：“我年轻时只想当个郡守，保一方平安。后来野心大了，想建功立业。现在我的地位已经这么高了，很多人劝我放手，但绝对不行。因为设使天下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”注意，他说的是国家没有孤，而不是国家没有皇帝。言下之意，我曹操是国家的定海神针，没有我，天下会更乱。可在他的心里，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底线，那便是篡汉之力。这道德底线就是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，是他内心那杆始终没有崩坏的道德标尺。可以说，他既要里子又要面子，他需要权力这个里子来施展抱负，也渴望名正言顺这个面子来获得历史的认可。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。他说：“如果天命真的在我，那我便做一个周文王。”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他想把这个难题留给自己的儿子。建安25年，66岁的曹操在洛阳病逝。同年，他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，建立了魏国，追封曹操为魏武帝。曹操的一生充满了志向、孤独和焦虑。他是一个在废墟上重建秩序的强者，一个打破门阀枷锁的改革者，也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个体。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建安风骨这样不朽的文学遗产，更是一个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关于人性、权力和理想的深刻样本。好了，关于曹操的故事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。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我是卡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